很多人都觉得肖战是个艺人，但忽略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艺术家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来捋一下郑晓龙导演在《藏海传》这部剧中埋下的哲思，以及肖战工作室发布的《边界2》的逻辑架构。在《藏海传》的结尾，大庸有了新的皇帝，东夏有了新的女王，平津侯府迎来新一任侯爷，也就是庄二，围绕权力的角逐形成一个新的态势。那之前发生过的从第1集开始的故事，一系列的事件有可能再一次上演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历史的循环往复，你可以把它概括为世界是个巨大的圆。那边界2的架构是什么？第1章出发去远方，第2章灭与灭，第3章复始。这个架构完全可以概括藏海在40集当中的全部经历。刚开始藏海是要下山去复仇啊，他就抱着复仇这一个信念出去的，然后经历了分界王朝这个金字塔架构当中不同人的不同侧面，他也开始发掘自己身上的一体多面，最后他选择了返璞归真，是吧？回到他孩提时候应有的那个人生的初始的善良的有本心的状态。这个架构也可以用来概括肖战入行以来的经历。刚开始是参加燃烧吧少年，那个时候应该是2015年，也抱着一个闯到娱乐圈的心态来的，中间经历了这个圈子当中好的不好的非常多的面，最后他领悟出一个事情，就是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圆，凡事都有 A、B 面。那怎么样应对这个世界的面与面呢？怎么去应对别人对他的好与不好？怎么去看待成功与失败呢？他给出16个字作为答案，那就是山不让尘，川不辞营，志行方圆，曲中求直。想活出自己的价值，想创造非我不可的价值，怎么去做呢？那就是定好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目标，然后勇往直前的去执行它。过程当中遇到的曲折经历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养分来吸收，然后慢慢的接近自己的目标。我们刚开始设想的和目标的距离应该是直直的往前，但实际上你在接近它的过程当中是绕不同的弯路，所以曲中求直嘛，每一个人都是曲中求直的去接近自己人生的理想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遇到的风雨雷电也好，就是好的坏的也好，你就把它吸收掉，作为自己的养分。这个过程有时候可能比抵达目的还要重要。一个人只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啊，有好有坏。但你放眼芸芸众生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生命的跌宕起伏，每一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。有一句话是说，3000年的历史不过是40个人生命的首尾相连，让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重复着一个从出生到成长、成熟再到陨灭的一个循环。所以世界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圆。藏海在电视剧中对仇恨已经释然，然后他也没有变成一个复仇的机器，他的心性也没有完全被磨灭掉，他最后走上了一条可能就是活出他父亲理想生活的那个路径。所以我们祝福藏海。那肖战的话，他作为一个明星，把他自己领悟到的人生体验浓缩成了16个字送给我们，而且是拍成了一个非常精美的边界2短片。所以我们感谢肖战能够带给世间这么多好的作品，这么多好的影像资料。那作为一个小飞侠，我肯定会坚定不移的支持他。那我今天这条视频想分享的内容是，肖战他不只是一个艺人，他还是一个艺术家。他的作品能带给我们美感的同时，能够带给我们哲思。6月8号下午2点钟，我将在视频号开启一场直播，跟我的同担们聊一聊《藏海传》，聊一聊追星路上的自己的所思所想吧。明天是礼拜天嘛，有这个空，有空的来我直播间坐坐。一边追星肖战，一边学点美学知识，好不好？为了录这个，我还专门整了个帘子。《藏海传》当中，皇帝穿的朝服的颜色叫什么？有博主说是叫明黄，其实是错误的。明黄是满清皇室的御用色，那明朝皇帝他穿的那个朝服的黄叫做焦黄。明黄和焦黄的区别是，明黄更加的亮，更加的艳；焦黄更加的含蓄和内敛。就这么一点区别。这个知识点讲完了，我们下期见。很多人看上我这个包链啊，它搭这个包很好看。包链5块钱，你去拼夕上搜包链2个字就能搜到。光点3块钱啊，就是扣在这个位置就可以。这个摆台是8块钱，我把图片发给客服，他们给我印的。
便宜是便宜，但是我要跟你们说个事情，就是凡是非原木材质的这种框啊，它是用那种碎屑和胶水粘合在一起压的，这种东西就有甲醛。有甲醛的话，你就不要放到密闭空间里面啊，你要放到通风的房间里面。这个我要提醒你们一下，因为我知道大部分商品它的成本结构，所以这个还是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啊。这种毡字扣2块钱一个，跟外省几个粉丝一起拼的，就开模加上生产再加上运输的费用平均下来是2块钱一个。扇子的话30毛钱一把，也是跟外省的几个粉丝拼的。今天发这条视频是想跟大家说，如果你看上了什么周边，它卖很贵，或者是你想要什么周边网上没得卖的，你可以找几个粉丝，就是你同单啊，一起拼个几十几百单是吧？去16888上搜个厂家给你做，平均下来的话，每一个东西都很便宜的。去我朋友公司拉了一堆他暂时不用的摄影器材，过日子嘛，就是骑自行车、逛酒吧，该省省，该花花。怼人这事儿不需要技巧，尤其是在跟黑子做斗争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顺着他的话说。举个例子啊，庄如影骂曹俊贤是老烟狗，那曹俊贤应该顺着这句话往下说吗？肯定不是啊。那曹俊贤应该怎么怼？直接怼，你大儿子是个废物，二儿子跟你不亲，那直戳他痛处。那如果黑子发了一张恶意 P 过的偶像的丑照，那你该怎么应对？你肯定不是说啊，你找一张偶像的帅照给他回去，这种反黑是非常无力的。他发什么不重要，关键是你要戳他的痛处，你就直接一句话甩过去，苍蝇才会觉得饭臭。快来看，这儿有一只苍蝇。每当偶像的作品上的时候啊，就有一帮黑子不知道从哪抄了一堆诋毁的话，就诋毁作品的质量和偶像的演技。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自证，去回复他这部作品质量多么好，然后偶像的演技多么的过关。你直接回他一句，你这句评论我看了不下10次了，咋的？黑子现在赚钱都这么轻松吗？啊，我回你这条是为了让你主子看到你偷懒了啊，让他不要介绍工资给你。总结下来就是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不要顺着他的话往下说，而是直接戳他的痛处。不管是说他是苍蝇，也好，或者是说他是赚5毛钱的。黑子也好啊，这些都是指出他痛处的一种方式。既然明白这个逻辑了，以后你再遇到黑子，是不是可以发明创造一些自己的怼黑语录呢？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是给自己的偶像刷黑屏，是不是可以艾特自己的好友，快来看又一个生活不如意的人，见不得别人好哎，或者你就回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整天闲着没事在网上攻击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人呢？我猜啊，生活要么不如意到顶了他还闲，要么就是领了资本5毛钱在这儿赚生活费。今天的怼人教程就到这里，你学会了吗？